关注最新资讯，把握经济脉搏。大家好，我是主播小陈，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本期主要内容：广州五一小长假热闹的不仅有景区，还有楼市，多个楼盘出现了排队买房的现象。业内人士表示，都是开发商套路。近期，广州不断传来政策松绑楼市的信息，房贷利率下调至5.1%，限价松绑，以及最新公布的提高三孩家庭首套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等等，都在不断牵动广州楼市的走向。据不完全统计，广州五一前后有30多个项目推新，17个全新项目开放营销中心或样板房。与广州火爆抢房相反的是，深圳多个楼盘五一打折促销，是全国多个城市井喷楼市松绑政策。楼市销售黄金期，一是春节小阳春，二是五一小长假，三是金九银十。尤其是11、中秋节期间，多数楼盘都会出现购房热潮。但遗憾的是，2022年春节小阳春并没有出现，返乡置业潮也没火起来。于是，众多房地产开发商瞄准了五一假期。开发商选择在这个时机上调价格，有2个原因：一方面是政策上的持续松动，已经基本为今年的楼市走向定调。从年初至今，已有超过65个城市出台楼市松绑政策，不乏郑州、福州、哈尔滨、兰州等省会城市。不同城市都因城施策，出台了相关的利好政策救市。从大范围的政策松动来看，今年的楼市大背景基本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在房住不炒的背景下，保证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毕竟，在经过2021年的严调控之后，很多城市的楼市信心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打击。不过，观察4月以前的数据，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去年的下行压力。各个城市的就是政策出台，反馈到市场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另一方面，从近段时间市场的表现来看，政策传递的积极信号已经被购房者领悟了。有项目的营销人员称，从3月份以来，线下到访量有了明显的提升，加上今年的新项目逐步入市，也对市场形成了一定刺激，购房者的观望情绪有所缓和，购房信心明显提振。虽说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击暂时打乱了购房者的入场步调，近期的到访量又出现回落，但疫情影响只会让购房者的入场时间延后，并不会让购房需求消失。因此，如果情况乐观，5月份之后，前期积攒的购房需求或将迎来一波集中爆发。政策跟市场的基本面都为市场回暖做出铺垫，但五一楼市集中爆发的关键在于购房者愿不愿意买账。简单了解近期广州新房成交数量的变化，即便去年在楼市下行压力下，广州的新房月均成交数量基本都能维持在7000套左右，但是年后受到春节和疫情的影响，3月份的新房成交套数均在7000套以下。这意味着开年之后处于观望态势的购房者占大多数，购买力还未正式入场。近期越秀和乐府180平大户型开盘秒光的故事证明了这一点。4月16日，越秀和乐府开盘，一群全款客疯抢大户型。先是当晚建面约180平方米单位被秒光，第二天上午，项目又紧急加推了建面约140平方米单位。当天深夜，客户还不愿散去。39套建面约180平方米单位，开盘1个小时后就只剩下一套4楼，总价约1200万一套，单价6.67万，还比之前涨了。而持一些开卖的建面约140平方米户型，一上午也只剩下了几套低层单位。市场上的买家其实都在潜水，只要合适的项目与产品一出现，他们跑得比谁都快。而五一作为传统楼市节点，很多新盘都会集中在这个阶段入市。今年房地产销售同比下滑很厉害，一季度已经过去，前100房企销售几乎腰斩，小开发商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很多开发商都面临回笼资金困难的问题，加快销售，实现资金回笼，对于现阶段的开发商来说太重要了。从经济层面上来说，一季度大陆 GDP 是27万亿，而房地产销售2.96万亿，贡献了 GDP 的1/10。这就意味着保楼市就是保经济，所以降低首付、
降低按揭贷款利率，取消限购限贷，常规的刺激房地产销售政策呈井喷之势。但恰恰是井喷的刺激政策，从侧面证实房地产销售情况。广州排队买房，真相如何？搞清楚一个逻辑就明白，是媒体造势还是真的火爆。房地产行业很重要，毋庸置疑，但楼市的稳定更重要。既要控制房价不能暴涨，又要控制楼市不能崩盘，稳住才是目标。为何要控制房价不能暴涨呢？房价暴涨的危害太大了，一是影响金融市场，房价暴涨，房子就成了最具投资价值的产品，会导致大量热钱流入房地产。搞实体10年不如开发一个楼盘，大家都投资房地产了，进而就会影响其他行业的发展。二是影响老百姓的消费能力，买房消耗了很多家庭的大部分资金，老百姓得考虑还贷，日常生活开销也不少，而工资又没有大幅提升，于是只能降低消费水平了。三是房价继续暴涨，一定会产生更多泡沫，击鼓传花的游戏终究有一天会玩不下去。如果泡沫破裂，对经济体系的破坏太大了，所以必须稳住，必须软着陆，必须去金融化，必须坚持住房不炒的战略方向。那为何要稳住房价不暴跌呢？道理很简单，房价的成本之一是地价，土地出让金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房价暴跌，谁在兜底？并不是业主，大部分人都是贷款买房，首付30%，贷款70%，房价的托底者正是银行。除此之外，房价暴跌也会让房子更难销售，买涨不买跌是大部分人的选择。而一旦房价暴跌，房企就会撑不下去，房企的资金从哪来？依然是银行和信托机构。而且房地产行业关系到千家万户的生计，所以稳住很重要。搞清楚这个逻辑就会明白，政策利好，媒体造势，恰恰说明市场遇冷，火爆就会敲打，遇冷就会出台利好刺激政策。集中爆发与整体回暖都是相对性的，并不代表5·1过后，广州楼市就会蹭一下，表现出犹如坐火箭般的惊人复苏态势。只是说，整个市场不会像去年及前3月那么低迷，购房者的正常买房需求会逐步释放。所以大家也不用着急忙慌的上车，广州楼市不会再出现报复性的大涨，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当然，无论从政策利好力度，或是选择丰富程度来看，今年确实是一个不错的上车时机。可能会存在的变动是，随着楼市开闸，一些热门项目的竞争难度会大大增加，一些首付预算相对紧缺的买家选房次序或会较为靠后。今年以来，广州地区房贷利率持续降低，对于鼓励购房者入市的信心具有正面意义。2月21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同步下调广州地区房贷利率，首套房利率从5.6%下调至5.4%，二套房利率从5.8%下调至5.6%。利率下降利好市场回暖，购房成本有一定幅度下降。更重要的是释放了积极的信号，但由于去年调控力度较大，目前广州买家信心仍处于恢复阶段。即便黄埔、天河部分网红盘集中推货入市，去化率基本仅维持60%左右，并未出现2020年3、4季度秒光、日光的盛景。此外，还值得注意的一个信息就是，广州拟提高生育3孩家庭的首套房公积金贷款额度。4月29日。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关于公开征求广州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服务规定意见的公告。公告中的第20条明确指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落实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施，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针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3孩的家庭购买家庭首套自住房，首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且符合公积金贷款条件的家庭，可贷款额度适当调整提高。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3孩的女职工，在国家规定的产假期间，个人支付的社会保险费用适当减免。当下楼市的主要矛盾是高房价与低收入的矛盾。现在的救市政策只是单纯的促进需求，而在增收方面没有有效措施。
民众收入提不起来，拿什么来消化库存？催生方面达不到效果的原因也是如此。2016年放开二孩以来，全国出生人数不增反降，哪怕2021年放开了三孩，也没能扭转趋势。出生率创新低，结婚率也创新低了。导致这两个数据创新低的原因是生活成本提高，年轻人为了生活疲于奔命，了不起还能谈个恋爱，但结婚需要高成本，生娃更需要高成本。感谢收看本期视频，您对本期内容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欢迎订阅并分享，我们下期见。